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的直落玻璃。其实这里的人都把它叫做用福建话来称呼啦，地雷玻璃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苏珊就在地雷玻璃这里啊。来这里做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九皇爷诞，每一年苏珊的阿嬷就会从吉丹岛上来，然后苏珊就会跟阿嬷一起来到地雷玻璃这里附近的有一个寺庙，叫做凤山寺。来拜拜，就是九皇爷诞是9月初1到9月初9，我们就在这期间到凤山寺拜拜。然后对于九皇爷诞，苏珊最深的印象其实是黄色的丝带，在我们拜拜之后，就会有一条黄色的丝带给你绑在手上，绑到9月初9之后，就会将黄色的丝带拆掉，然后拿去火化。对于九皇爷诞，苏珊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就是这里会有一个全素食的巴沙马浪，所以苏珊就带大家今天来看看、走走、吃吃 ，Let's go！在苏珊身后的就是凤山寺啦。苏珊刚刚有去查一下这个凤山寺的历史，在他们那里是写到，他们在里面供奉的神明叫做广泽尊王，在1923年左右就请到来这里了，但是当时还没有神庙，是在大概1950多年的时候啊，才把寺庙建成，所以这间寺庙有大概60多年的历史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去里面看看。每年会有酬神戏。你用手拍拍一下嘛。啊？哦，没关系，我就是来看看，来阿姨说可以来拍拍她的经理，这样刚刚有一点无从下手，这个的广告牌最新。这个是很难的，2块。给我这个。啊，你这样子给我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个巴沙马拉的特色呢，就是全素食的。然后苏珊买了 Lego 原本应该是要用鱼来做的，然后还有炸香蕉，现在要了一个紫菜薄面。
苏珊之前带大家吃过阿妈 style 的薄饼，还有一般上的那个黑色的满光的薄饼。然后看到吗？在煮的那些人都是非常年轻的，可能才中学生。那他们就在煮王爷蛋的时候出来帮他们父母摆摊这样子。真材实料的贝贝，再来，变得好吃哦。多少钱？一千。多少钱？后面这个手套鱼身高多少水？都直接这样的，直接。苏珊啊，刚刚是从寺庙那里走过来，错了，因为这里才是开头。远远就闻到它味道了。苏珊来巴沙马兰必买的臭豆腐，怎么可以不来一份？这个狗头真的好，还有骨血感很重，放进去，你可以尝试好高，它很香气。选择非常多，但选1号肯定没有错。因为我们的东西是经过卫生局批准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找个地方吃。这个3只后面还有2只、5只，这边还有，这个不要紧，来，有用过这个红树尾的哈，有不明白的可以了解一下。疏通全身经络，活血上瘾。看你要什么口味，可以酸梅锅和加草莓和锅。这样多了咩？这样原口味是在这里。啊，你给我原味的啦。小包。啊，小包的就好。小包的4块了。4块，我第一次听讲香口。好，谢谢。原来也可以那么多种口味。哇，罗汉果大杯的。2杯。这样的。5块。อันนี้ได้กูดิ 过来啊。2杯。那我会看这个红树尾跟你的结构。天空大杯的，它的特大杯，一手抓不住。对。我再来买。1条啊，1条。
是吗？哇，苏珊刚刚不是买了一杯特大杯的罗汉果吗？已经喝完了，苏珊才刚刚坐下来，人潮是非常的多。然后刚刚去买这个五香，排队也排了接近20分钟。先来一口阿炳。苏珊刚刚这样子买这一个五香呢，是20块钱，然后这一份是8块钱，紫菜的薄饼，然后炸香蕉加这个 lego， 它原本是鱼的嘛，然后这里是做素食的，所以是7块钱。然后臭豆腐，苏珊期待很久了，这样子12块钱。哎，别人是吃水果开胃，苏珊是吃臭豆腐开胃。这是五香，就是所有的炸物的全称。然后这是虾饼，但因为它这里是做素食的嘛，所以它以地瓜来代替。吃着这个五香，苏珊就想起上个月苏珊到邦沟岛拍纪录片的时候，就跟朋友连续5天吃五香，但是在北马一带他们是叫做萝卜，然后他们的虾饼的面粉也不是用厚的，他们是用一片薄薄的，所以吃起来比较脆，这个比较厚。不过朋友啊，真的是每天拍了那个纪录片，就他骑着摩托载我，刚好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有做神蛋。五香这道食物还蛮特殊的，就是一旦到神蛋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有人特地到那里贩卖五香，然后还有卖凉茶这样子，然后非常怀念那段时光。lego 原本是马来人的食物，用鱼做的，然后在这里它是素食纯面粉，还不错。苏珊其实对九皇爷以前的印象呢，一直听九皇爷嘛，不知道他是什么神明，就心想，他该不会就是皇帝的其中一个弟弟，排行第9，所以九皇爷。然后他做了什么善事之后，就被人供奉起来。后来苏珊查了查，故事是有一个很长的故事，有好几个版本啊。哎，我先吃这个紫菜薄饼，苏珊的薄饼收集的书本差不多集满了紫菜版本的。一般上吃五香，它都会配辣椒香，还有甜酱盐，标准的套餐。刚刚说到九皇爷有好几个版本，那苏珊就要去找看最官方的版本是什么。苏珊就上了某某百科，就是最标准的答案。他那里就有写到，九皇爷他其实是北斗七星的9个星星组成的，所以他们是有9个人。北斗七星一般上就是会外加2颗星，这个也有很多说法啦。有人说多的2颗星，一颗叫做左辅星，一颗叫做右弼星，还有另一个版本说另一颗是天皇大帝，另一个是紫微大帝。所以北斗七星有没有想到什么？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全真教的王重阳创的北斗七星阵。吃这个苏珊的炸，用来炸的薄饼。完食，那个酬神戏感觉要开始了，我们去看。来送给我们在场的朋友们，来自姜育恒的一首歌《
再回首，希望你们很喜欢。再回首，愿一半走。再回首。苏珊的中学回忆，中学的时候啊，他们泡的珍珠奶茶都是用粉。来一杯。没有，我的天。没有，那边漂亮，其实它就放。有那个在这边。OK， 谢谢。芋头口味。哇！听到苏珊背后的这个 BGM 了没有？它就是一般上神诞都会有的酬神戏。然后这个是属于跑歌台的形式，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。以前苏珊记得新加坡有一部电影叫做《881游啊游》，它就是说歌台了。刚刚就有 KTM 经过，这里是火车站，就在苏珊的对面就是火车站，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停车位，你也可以从其他地方搭 KTM 来到这里。哦，刚刚说到一半，就是跑歌台也是在苏珊小时候的回忆啊。每当有酬神戏的时候，苏珊还很小嘛，就这样子看着台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这样子。然后苏珊也有过机会去成为其中一个在歌台上面跳舞的舞者，就学了一段时间的国标舞。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尴尬。苏珊现在的这个地方 view 非常的好看，一眼就可以看完整个 Telepole， 没有整个啦，就是凤山市的上面。然后苏珊刚刚就喝着珍珠奶茶，就想起了一些很坏蛋的同学啊。他们当时候买了这些珍珠奶茶，就有这些珍珠具有粘性的，他们就透过吸管那种，就贴在其他同学的衣服后面，然后回去很难洗掉这样子。可是给苏珊是不舍得的，因为这样子的一杯珍珠奶茶对当时的苏珊来讲啊，是非常奢侈的事情，可能1个月才喝一杯这样子，珍珠都不够吃了，还拿来喷人。然后这条是那个让车行驶的天桥，它底下就是刚刚苏珊吃东西的地方哦。然后还有天边。虽然说九皇爷是道教的民间信仰，可是在中国好像比较难找到有人去祭拜九皇爷，反而在东南亚一带，像是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信徒信奉九皇爷。哦，额外一提啊，法身是全马来西亚最多神庙的地方，好像有超过600间，有点自豪啊。来法身不只能吃巴肚得，还可以来看看神庙。然后苏珊在找这个神庙的资料的时候，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网站，那个网站叫做一庙一路。不确定是怎么称呼啊，要叫潮剧还是福建歌仔戏，反正是传统戏曲。苏珊在邦国岛的时候，他们在演的就是演这些咯，传统戏曲。刚刚在唱歌台的时候，人潮是很多的，可是传统戏曲的时候有点深陷了。
每一次过新年的时候啊，苏珊回到鸡蛋岛，有一年的新年，苏珊就发现，诶，鸡蛋岛的后面，他们叫后港，诶，港尾小学的那里，每一年都会在新年期间会邀请，好像是泰国的戏剧团来演潮剧。苏珊从此以后，每一年的新年都多了一个活动，就是跑去港尾看传统戏曲，就是潮剧。以前苏珊是不知道的哦。苏珊讲起来为什么知道了？就是有一年苏珊在鸡蛋岛艺术节的时候担任戏剧老师，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。苏珊就非常好奇九皇爷是怎么来的，所以苏珊就搜了一搜，发现了有几个版本的故事。苏珊就说第一个版本先，因为苏珊觉得这个版本好像比较有逻辑去讲。好，他就说九皇爷其实是9个反清复明的义士，然后当时他们被清朝的政府抓到，被斩下头，他们就死了。可是当时的民众就很想要，祭拜这9名义士，但是他们又不可以光明正大的祭拜哦，因为如果他们为这9位义士设立坟碑的话，一定会被对付的。所以当时的民众就怎么做？他们就把这9位义士的头装进一个箱子，放弃河流，就让它飘，就这样子。这9颗人头就这样子飘到了南洋，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新加坡这一带，就是东南亚。然后当时已经有一些中国人来到东南亚生活，他们刚好就打捞起这9个义士的头颅，就知道，这9位是反清复明的义士，于是他们就将它供奉起来，刚好有9个，就叫做9皇爷。这是其中一个故事了。那第二个故事的版本也是跟9位义士有关，但他们不是反清复明的义士。在当时候的东南亚，英国当时马来西亚是英殖民的国家，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就活得很困苦，就有9名海盗，他们就经常劫英国的商船，还有英国政府的船，劫富济贫，把这些财富分给当时贫穷的中国人，然后他们就被抓到了，也是被砍头，然后当时的人民也是为了要祭拜他们，就为他们设立了坟碑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名字，因为他们也是怕放了名字会被当时的英殖民政府对付，就这样子，他们就称作他们为9皇爷这样子了。第3个版本就有一点有趣，它不是9个义士，它是一个好像是天地会的义士这样子，也是跟英殖民政府对抗还是反正就是跟当时的政府对抗这样子，然后也是被抓到被处死之后，人们就为他设立起坟碑，然后也是不敢放名字，然后
人家问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哦，这就是九皇爷，所以这就是九皇爷的典故，就是他的形象就是为人民牺牲了的义士这样子。苏珊在查询关于九皇爷来历的故事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些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点，都是跟水有关啊，像是被抛下海啦，是海盗啦，这可能也跟后来的迎接九皇爷仪式有一些关系。就是九皇爷的仪式，在他们接九皇爷的时候，他们会到河边去迎接九皇爷，他们叫接九皇爷，有些是在8月30接，有些在8月29，就去接九皇爷到斗母宫。在9月初9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回銮仪式，就是把九皇爷送回河边这样子。是不是很奇怪？为什么是回到斗母宫，不是九皇大帝宫还是九皇爷庙这样子啊？因为都说了嘛，他们祭祀的时候不敢放他的名字，所以就没有九皇爷庙这回事。所以为什么用斗母宫呢？因为九皇爷在后来的时候被册封为北斗七星，北斗七星其实有9颗星星，所以是9个。然后斗母就是众星之母还有一个蛮特别的，就是九皇爷有一个护法叫做田府元帅，或者叫田都元帅。像这一间凤山市，他就是在初2的时候会接元帅回来，然后还有犒赏5营的军士，这样子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民间习俗。现在是10点半左右了，可以看到人潮还是络绎不绝然后很多档口还开着，这样非常的努力。叮叮堂，为什么叫叮叮堂嘞？因为在制作这个糖的时候，他们敲那个铁会发出叮叮叮的声音。隔壁就是 KTM 的 Telok Bulai， Telok Bulai 的马来文啦。时候不早了，苏珊要回去了。要 scan 他选购卡才能过。苏珊现在开车啦，拜拜。不搭 KTM 了。